你的内心平静是如此脆弱，以至于会被另一个人的沉默所摧毁吗？当信息未被回复，当他的目光像穿透玻璃一样掠过你时，你是否感到胃里打结，一阵焦虑的电流穿过身体？那种对迟迟不来的回应，对被拒绝的认可的迫切需求，不仅仅是不适，这是你的主权被交到他人手中的声音，你成了一个倒影，等待别人的光芒来赋予你形状。你的价值，你的冷静，你对自己的认知，所有这些都变得可以协商，依赖于一个你完全无法控制的因素，而且一直如此。这种反应状态不是生活，而是一个情感的监狱，其栏杆是由你自己在寻求认可时锻造的。那些涌入你脑海的问题漩涡：我做错了什么？难道我不够好吗？我怎样才能让他注意到我？是你自己饮下的毒药，却期望世界会改变。你花在琢磨他人冷漠上的每一秒，都是从你自己的使命、你的目标中偷走的。我理解这种痛苦，我理解你的精神状态被劫持的混乱。因此，在我们开始拆除这座监狱的旅程之前，我邀请你迈出第一步，订阅这个频道，这是我们的训练场，并评论你正在从哪个城市或国家锻造你的新版本。这不仅仅是一条评论，这是你加入一个选择自我主宰而非寻求认可的男性军团的入伍令。但有一条出路，有一种心智技术，一种内在的武术，旨在将这种脆弱性转变为坚不可摧的堡垒。你今天将学到的不是诱惑的技巧或吸引他注意力的策略，那将是继续玩同一个游戏，即外部认可的游戏。相反，我将引导你了解被忽视时坚不可摧之人采取的4种行动，4种精确的实践，源自斯多葛学派的古老智慧，将重塑你对拒绝的反应。在本视频结束时，他的冷漠将不再是对你价值的判决，而是你内在力量的完美训练场。你将学会如何将拒绝的毒药转变为自我主宰的良药。解决这场动荡的方法不在于改变他对你的看法，而在于加强你对自己的看法。实现这一点的工具是斯多葛主义，但请忘记白胡子老哲学家背诵尘封文本的形象，把斯多葛主义想象成一种心智的武术，一个旨在保护你的宁静，免受外部世界不可避免攻击的内在战斗系统。它不是要压抑你的情绪，让你变成一块冷酷无情的石头，恰恰相反，它是要感受情绪，拒绝的刺痛，愤怒的浪潮，焦虑的潮汐，并有意识地选择如何回应，而不是被其力量拖着走。这是随波逐流的小船与调整风帆的船长之间的根本区别。船长利用逆境之风，朝着他选择的方向前进。在这里，我们进行了区分普通人与坚不可摧之人的战略性重构。被忽视的情境不再是对你个人价值的判决，它不再是你价值的审判者，相反，他的冷漠成为你的道场，你自我主宰的训练场。他沉默的每一刻都是实践斯多葛哲学最基本原则的黄金机会，控制的2分法。你将学会像激光一样集中你的精神能量，完全专注于你所能掌控的事物，你的观念，你的行动，你的品格，其他一切，包括他人的思想、感受和行为，都将成为选择性冷漠的对象。你所寻求的冷酷不是冷漠，而是战略性的清晰，即看清现实本来面目的能力，不受伤自我的迷雾所干扰。正如伟大的斯多葛皇帝马可·奥勒留所说，你有力量控制你的思想，而不是外部事件。认识到这一点，你就会找到力量。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励志名言，这是你意识的操作手册。他提到的力量不是你需要获取的东西，而是你需要触及的东西。它已经存在于你的内心，未经训练的心智会不断寻求控制不可控制物，并在此过程中崩溃。斯多葛训练是让你的心智回归家园的过程，回到你唯一能真正指挥的城堡，你自己的内心。我们现在开始的旅程就是建造这座堡垒的城墙，准备好迎接第一个行动，建造你坚不可摧的平静的第一块砖。第一个行动也是最关键的行动，不是一个外部行动，而是一个强大的不作为。它是战略性暂停，在你意识到它的沉默的那一刻，在隐形的毒液进入你系统的那一瞬间，
你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举动应该是停下来，深呼吸，在外部触发器和你的冲动反应之间创造一个空间，一个沉默的口袋。这不是软弱或被动的行为，这是一个象棋大师的举动。它不是移动他触碰的第一个棋子，而是分析整个棋盘。在你创造的这个空间里，自由诞生了。在这里，你不再是凭本能反应的动物，而开始成为一个有目的的行动的人。暂停是你的圣殿，是飓风之眼，即使情感的混乱在你周围旋转，清晰也是可能的。你在这里面临的内部冲突是巨大的，你所有的生理机能，你所有的社会条件都在尖叫着让你立即做出反应。你的思想变成一个嘈杂的法庭，自我是检察官，要求采取行动来恢复你受伤的荣誉。焦虑是证人，描绘着灾难性的情景，以迫使你做出决定，发送另一条信息，发布一些东西来吸引注意，寻求一个解释的冲动，似乎是一种像呼吸一样的生命需求。什么都不做，在内心的风暴咆哮时保持安静，似乎是世界上最不自然的事情。这是一场与你自己神经系统的斗争，它被编程为将这种社会不确定性解释为一种生存威胁。抵抗这种冲动是真正勇气的第一个行动。正是在这个时候，你的心智需要一个新的角色。你不再是惊慌失措的囚犯，而是成为情感的科学家。想象一下，你身处一个一尘不染的实验室，穿着白大褂，你感受到的情绪，那种拒绝、愤怒和焦虑的有毒混合物，是试管中冒泡的未知物质。你的任务不是喝掉它，也不是害怕的把它扔掉，你的任务是用一种冷静、超然的好奇心来分析它，观察它。它如何显现？是胸口的一股热浪吗？是胃里的一个结吗？是思绪的加速吗？只是观察，不加评判，就像科学家观察化学反应一样，在脑海中记录下它的属性和行为。你诊断的下一步是命名样本，给你正在感受的东西起一个精确的名字。不要只说我感觉不好，要具体。这是我受伤的自我正在显现，这是由于缺乏控制而产生的焦虑，这是对孤独的恐惧。通过命名情绪，你将其外化。你在观察的我和被观察的事物之间创造了分离。情绪不再是你，而是你正在体验的东西。这个微小的距离是在海洋中下沉和在船上观察海浪之间的区别。命名的行为剥夺了情绪无定型且压倒性的力量，将其转变为一个研究对象，可以被理解并因此被管理。现在，在你的身体里定位这种情绪，心智可以撒谎并创造复杂的叙述，但身体是你当前体验的诚实指标。这种情绪在身体的哪个部位？是你肩膀的紧张吗？是你喉咙里的一个肿块吗？是你太阳神经丛中的空虚感吗？闭上眼睛片刻，扫描你的身体，通过将你的意识锚定在身体感觉上，你脱离了精神反刍的恶性循环，你走出了假设的未来。如果它永远不回复怎么办？和修正主义的过去，我做错了什么，并稳稳地降落在力量存在的唯一地方，当下。这种练习将你从思想的受害者转变为自己生理机主宰。想一想竞技场上一位经验丰富的决斗士，新手会对对手的每一个动作、每一个佯攻、每一次人群的呐喊做出反应，他很快就会疲惫、浪费精力，并在防守上留下致命的破绽。然而，大师保持中心，他保持警惕，呼吸平稳，并进行观察。他知道对手的大多数攻击都只是试探，只在引发过早反应的虚张声势。他以一种可怕的冷静等待着，等待正确的时机，等待真正的破绽。他的沉默是对手的佯攻，你冲动反应的需求是新手的回应。战略性暂停是大师的姿态，他保存实力，等待时机进行有效行动。在这一刻的沉默中，你的心智就是竞技场，情绪是被释放的狮子。没有暂停，你就是手无寸铁的人，惊慌失措的奔跑，成为轻易的猎物。暂停是找到你的三叉戟和网的行为，这是你停止逃跑，转身面对野兽的时刻。你不需要立即杀死他们，你只需要向他们展示你不再害怕。你是那个空间的掌控者，你每能维持这一秒的暂停，这种冷静的观察，
你的内在权威就增长1秒。情绪像任何捕食者一样，能感觉到这种力量的转变。他们可能会继续盘旋，但会失去支配你的能力。通过掌握战略性暂停的艺术，你征服了存在的最宝贵的领土，刺激与回应之间的空间。大屠杀幸存者维克多·弗兰克尔说，我们的自由和选择，我们回应的力量就在那个空间里，而在我们的回应中存在着我们的成长和我们的幸福。当你被忽视时，世界给了你一个刺激，社会和你的本能为你提供了一个痛苦和反应性的自动回应。斯多葛主义者拒绝这个提议，他创造自己的空间，自己的暂停，并在那刻意的沉默中，他选择一个与他的价值观而非他的创伤相符的回应。这是争取自给自足战争中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胜利。凭借在暂停中获得的清晰，你执行第2个行动，堡垒的重申。这是一种心智行为，一句力量的咒语，在你现实的沙滩上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。你必须以口头或精神的方式记住艾比克泰德最核心的教诲：有些事情在我们的控制之下，有些则不然。然后你将这条铁律应用到你当前的情境中，你以一个保卫城墙的指挥官的坚定对自己说，他的意见、他的行动、他的感受和他的手机都不在我的控制之下，我的回应、我的观念、我的品格，以及我选择如何度过我的时间，这些都在。这不是一句自我帮助的话，这是对一个普遍真理的重申，是对现实本质的重新校准。这里的冲突是与人类心智中最诱人的幻觉的斗争，控制的幻觉。我们生活在一个魔咒之下，认为我们能以某种方式管理他人的看法。我们的心智变成一台模拟机器，反复回放对话，分析每个词、每个表情符号，相信如果我们找到正确的组合，就能解锁期望的结果。这是自我最绝望的形式，与现实抗争，拒绝接受自己对外部宇宙的无能为力。这是巨大且完全不必要痛苦的根源。打破这种依赖，这种试图控制不可控之物的瘾，就像戒掉一种毒品，会有戒断反应，但在另一边是接受的宁静。想想斯多葛弓箭手的比喻，一位弓箭大师以绝对的奉献精神准备射击，他选择最好的弓，挑选最直的箭，检查弓弦的张力。他不知疲倦地训练自己的姿态、呼吸、专注力。他控制着他力所能及的每一个变量，他精确瞄准，根据距离和高度进行调整。整个过程，直到他手指松开弓弦的那一刻，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但是，一旦箭在飞行中，最终的结果就不再属于他了。一阵意想不到的狂风，目标突然的移动，空气的湿度，所有这些都在他的控制之外。明智的弓箭手接受这一点，他不会为风而悲叹，他为自己过程的完美而自豪。你在开始互动时，在发送信息时，就是那个弓箭手。你在你能控制的范围内尽了最大努力，箭已经离开了你的弓，现在它的回应或者没有回应，就是那阵狂风。如果箭因为风而没有击中目标，弓箭手不会责怪自己，他只会拿起另一支箭，再次专注于他的过程，专注于他能控制的事情，试图强迫一个回应，痴迷于原因，就像对风大喊大叫，是徒劳和疯狂的表现。坚不可摧的人明白，它的价值不在于击中目标，而在于他射箭的卓越过程。你的价值在于你的行动，而不是他们在外部世界产生的结果。为了使其变得实际，创建一个重申的仪式，在感觉到拒绝的刺痛时，执行这个练习。停下你正在做的事情，握紧拳头，感受你自己的身体力量。深呼吸，对自己低声说，或者在脑海中用力说，这不属于我。想象一座堡垒的墙在你周围升起，它的冷漠就像一支敌人的箭，撞在坚固的石头上，无害地掉在地上。它无法伤害你，除非你，堡垒的指挥官，决定打开大门让它进来。重复这句咒语，他的意见在外面，我的平静在里面。这个仪式不是欺骗，而是一种训练，一种每次重复都能加强你内心城堡的练习。想象一个园丁照料他的花园，他无法控制天气，
它不能命令太阳照耀或云朵带来雨水。如果它在阴天感到自尊心下降，或在干旱期间愤怒加剧，那将是疯狂的。相反，它将所有精力集中在它能掌控的事情上，准备土壤，选择种子，清除杂草，建造灌溉系统。它与自然合作，但接受它的条件，试图控制它的反应，就像园丁对天空大喊大叫一样徒劳。做你自己心智的园丁，培养你的思想，拔除反刍的杂草，并建立内部结构，以便在任何外部情感气候下都能茁壮成长。这种对控制二分法的重申是绘制你帝国地图的行为。你定义你主权的边界，在这些边界之内，你的思想、你的行动、你的价值观，你是绝对的皇帝。没有你的允许，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。在这些边界之外，是广阔而混乱的他人世界、外部事件。你可以访问它，可以与它互动，但绝不能把它与你的家混淆。拒绝的痛苦来自于试图在外国领土上建造你的房子。通过重申堡垒，你将你的忠诚带回家，你成为自己安全的源泉，而他的冷漠变成了他本来的样子，只是一个遥远国家的天气，与你帝国之内的和平无关。一旦暂停给了你清晰，重申给了你稳定，第三个行动就变得势在必行。能量的重新定向，自然无论是物理上还是精神上都厌恶真空。你即将花费在痴迷、焦虑和反刍上的巨大精神能量，如果不被引导，它将变得有毒，从内部腐烂，并创造一个痛苦和自贬的循环。斯多葛主义者的行动是抓住这股原始能量，这股高压电流，并立即将其引导到一个有目的的行动中，不是任何行动，不是空洞的消遣，而是一个与你的生活使命，与你正在构建的最高版本的自己相符的深思熟虑的举动。富有成效的行动是情感痛苦麻痹的最强有力的解毒剂。这里的冲突是痴迷的引力，受伤的心智有一种病态的倾向，喜欢戳自己的伤口。他想回到他的个人资料，重读旧信息，寻找线索，征求朋友的意见。看起来我们像是在做什么，像是在解决问题，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在流沙中越陷越深。打破这个催眠循环需要一个有意识的，几乎是暴力的意志行为。坐在反刍的痛苦中，比站起来面对一项有意义任务的努力更容易，也以一种病态的方式更舒适。这是你渴望成长的部分与固守于受害者熟悉剧情的部分之间的斗争。要赢得这场斗争，你必须成为心智的炼金术士。古代炼金术士梦想将铅，一种基础而沉重的金属，转变为金，最高贵的元素。现代斯多葛主义者实践一种更真实、更强大的炼金术。他将拒绝、挫败和焦虑的稠密、有毒的能量，他的情感之铅带入纪律行动的熔炉中，在那个熔炉中，通过努力的热量和专注的压力，这种能量被转化，它转变为自我发展、能力、韧性和坚不可摧自信的黄金。被忽视不是故事的结局，这是你被赋予原材料的时刻。你用它创造什么，决定了你是一个炼金大师，还是又一个受害者。为了让这种炼金术起作用，你需要准备好你的熔炉，你必须有一个预先定义好的目的行动清单，以便在危机时刻可以立即转向，而无需思考或决定。犹豫是行动的敌人，你的清单应按类别划分，以便你可以根据你感受到的能量选择正确的行动。如果能量是愤怒和挫败，将其引导到身体上，去健身房举重直到肌肉力竭，跑步直到肺部燃烧，击打沙袋，将愤怒转化为体力。训练过的肌肉的疼痛比受伤自我的疼痛高贵1000倍。如果能量更偏向于精神，一种在你头脑中产生嗡嗡声的焦虑，将其引导到专注上，关掉手机，沉浸在你的工作中，那个你一直拖延的项目，学习一门新语言，学习弹奏一种乐器，阅读一本哲学或历史的后书的一章，强迫你的心智专注于一个复杂而有意义的问题。这样做，你不仅仅是在分散自己的注意力，你是在重新分配神经资源，你正在建立新的突触，变得更聪明，更有能力，更有趣，不是为了他，而是为了你自己。对冷漠最好的报复是在你自己的生活中变得无可否认的有能力。
把你的精神能量想象成一个水坝里的水，对被忽视的反刍就像水坝上的一道裂缝，水开始渗漏，没有力量，没有方向，只是造成泥泞和侵蚀。如果不加以控制，压力可能会增加，直到水坝破裂，用负面情绪淹没你整个精神景观。有目的的行动是受控的打开泄洪闸的行为。你不否认水的存在，情绪的力量，相反，你通过涡轮机引导它，从而发电，照亮你的内心城市，灌溉你知识的田野，并推动你进步的齿轮。你将一种潜在的破坏性力量转变为一种生产性能源。最后，你发现一个深刻而解放的真理：对被忽视的最好回应不是一条灰，也不是极度的表现。最强大的回应是专注于自身成长的沉默。你的成功成为回应，你的纪律成为回应，你坚不可摧的内心平静成为回应。你停止玩他的游戏，寻求认可的游戏，并开始玩你自己的游戏，建立一个内在帝国的游戏。而最大的悖论是，这种自给自足，这种专注于自己使命的冷漠，是一个男人能拥有的最真正吸引人的品质。你不再需要寻找光芒，你成为了灯塔。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行动，是将你提升到情感战场之上的行动。它是皇帝的视角，这是马可·奥勒留在统治罗马帝国的混乱中实践的一种技巧。这是一种刻意在精神上拉远镜头的行为，从你当前的处境中提升出来，从一个广阔的近乎宇宙的视角来看待它。目标是将问题缩小到其真实而微不足道的大小。当你身处森林之中，一棵树可以挡住你所有的视线，但当你登上最高的山峰，你看到那棵树只是数百万棵树中的一棵，是一个更大、更复杂景观的一部分。这种练习就是精神上的登山。这里的冲突是与自我的暴政。自我有一个内置的放大镜，它将小小的个人事件投射到精神的电影屏幕上，将它们变成悲剧和不公的史诗。当你被忽视时，你的自我告诉你，这是宇宙中最重要的事件，是对你作为一个人价值的最终判决。它以戏剧为食，刻意选择降低你自己痛苦的重要性，将自己和你的问题看得很小。这与自我的每一个自我保护本能都相悖，它会与之斗争，试图将你拉回到舞台中央。赢得这场斗争是达到更高层次情感成熟的标志。要实践这一点，请使用宇宙望远镜的比喻。你的心智默认情况下正在使用显微镜来检查互动的每一个痛苦细节。距离上一条信息的时间，它的最后上线时间，对它沉默的可能解释。皇帝的视角是收起显微镜，拿起望远镜的行为。你将它指向上方，指向宇宙寂静的浩瀚。你想象自己上升，看到你的房子，然后你的城市变成一个光点图案，看到你的国家大陆的轮廓，看到地球，我们暗淡蓝点悬浮在广阔的空间中。继续看到太阳系、银河系、数十亿个其他星系，在那寂静而永恒的浩瀚中，以完全的诚实问自己，在数十亿个星系中的一个星系里，在数十亿颗行星中的一颗行星上，一个人没有回复我的信息。这件事到底有多重要？感受答案不是在你的脑海里，而是在你的身体里。感受你担忧的物理重量在空间的真空中消散。这件事1年后还重要吗？5年后，当我回首今天的自己时，它甚至会成为一段记忆吗？答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响亮的不。这个视角并没有否定你的感受，而是将其置于应有的位置。在你生命宏大计划中，一个微小而短暂的经历。想一想狮子，草原之王，在他的一天中，几十只苍蝇可能会试图停在他的皮毛上，在他的耳边嗡嗡作响。他以一种威严的冷漠忽略它们。他不会花费一丁点皇家精力去追逐每一只苍蝇，他的注意力，他的力量都留给了重要的事情：维持其后代的狩猎，保卫其领土，免受其他狮子的侵犯，以及为真正挑战做准备的休息。你因被忽视而受伤的自我的痛苦，就是那只嗡嗡作响的苍蝇。它很烦人，但微不足道。皇帝的视角是采用狮子的心态。你有一个王国需要统治，你的生活、你的事业、你的健康、你的目标的王国。不要把你的皇家精力
浪费在昆虫上。通过培养这种从高处俯瞰的视角，你不仅克服了被忽视的痛苦，你正在超越让这种痛苦存在的整个心智结构。这个事件不再是一出个人戏剧，而成为人类存在广阔镶嵌化中的一个简单数据点。你达到了真正的 ataraxia， 即斯多葛学派如此珍视的心灵平静，不受琐事干扰的自由。你开始与宇宙的伟大理性而非社会认可的小规则对齐，你的平静变得无条件，因为它不再依赖于任何人的许可或批准。你不再是你自己小戏剧中的一个演员，而成为正如马可·奥勒留所渴望的那样，宇宙的公民，冷静、专注和自由。你已经收到了4个行动，建造你内心堡垒的4个支柱。现在，知识本身是无用的，它必须通过行动来锻造，才能成为智慧。因此，今天不是我们训练的结束，而是你的第一次实践测试，你作为自己指挥官的第一个行动。如果你吸收了教训，如果你真正致力于不再做外部认可的奴隶，而成为你反应的主人，那么你现在就必须封印这个承诺。这不是对我的请求，而是与你自己的合同。抓住这一刻的清晰和力量，宣布你主权的第一个行动。到评论区以法令的意图写下“我掌控一切”。在输入这些词时，感受它们的重量和真理。这个评论区不仅仅是一个视频的一部分，它是我们共享的训练场，我们数字道场的庭院。当你发表你的声明时，你就加入了一个选择艰难但高尚的自我主宰之路的男性军团。为了加强这个社区，并向自己证明你是一个善始善终的人，在你的声明中加上这句话：我坚持到了最后。这是你给他人和自己的信号，表明你的纪律是真实的。如果这个信息以真理的力量与你产生共鸣，请点赞以在你脑海中封存今天的教训，并订阅频道。你的订阅不是一个数字，而是你承诺继续这项必要的训练，每周磨砺你内心的剑。最后，记住斯多葛学派的 Sympatheia 原则，即我们都相互联系，并对他人负有责任的观念。你肯定认识其他男人，在此刻正默默地受苦，感受着拒绝的毒液，被困在你现在拥有逃脱地图的同一个陷阱中。一个强者的最终行动不仅是保护自己的堡垒，还要与那些仍然脆弱的人分享工具。分享这个视频不是作为一个简单的链接，而是作为一个救援任务。把它发送给一个需要听到这个信息的兄弟，成为点燃他人自我主宰火焰的火花。记住，堡垒已经建成，现在指挥你的内心帝国。